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一期的老李头测评。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一款呢，也是到了有一段时间了，一直没时间排，今天就来了。来自 POP 出品的圣杯探索者加拉哈德1:6的这个铜甲，这一款呢也是今年上半年就开定了，我记得发货还是比较快的，但是出货了以后啊，这个头雕真的是，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吧。之前也是出过一个直发版，那一个确实是好评啊，而且二级市场的价格也是比较高的。但是这一款呢，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，它是没有黑化前的状态。之前出的那一个版本呢是黑化以后的，这个我就说它是个光明骑士吧。整个眼睛它就是做太大了，我一开始以为只有某 T 做的东西是眼眶比较大的，但是这一次 POP 怎么把眼睛做的这么奇怪？包括这个胶发，哎呀，这个胶发真的唯一的好处呢，它是很软，非常软，所有的这一根根的胶发你都可以去动一下，而且不扎手，开模的精度还是不错的。实际上整个面雕细节纹理都是可以的，但是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这么奇怪。来看一下背后，非常油啊！这个胶发真的非常油，兄弟发胶用的太多啊！这个我觉得还是得戴头盔，不戴头盔的话，真的这颗真人头我是不会摆的，确实有点难看。但是抛开这颗真人头以后，其他的东西我都觉得非常的顶。眼睛的话呢，它这一次是搭配的这个磁吸可动眼，这一点还是非常不错的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磁吸可动眼怎么调，顺不顺滑。当然如果你不想用磁吸的话，也可以自己用手去调。哎，看，哎，很丝滑，非常快啊，反应非常灵敏，上下左右啊，哦哟，对吧？当然你也可以自己去调，没问题。它这个眼睛吧，斜视也不行，可以看到它眼白太大啊，所以看上去还是有点不舒服。OK， 镜头往下来看一下它的甲，这个铜甲确实 POP 的铜甲我也觉得是没得说啊，细节方面我觉得已经拉满了。在我个人眼里，欧甲里面我觉得这个真的非常帅。首先可以看一下整个细节，胸口的这个它是磁吸的，你也可以去取下来看一下，非常的方便，而且也是金属的。当中这个假的红宝石做的非常亮，给它吸附上去，吸附力度而且是非常强的，这一点也是不错。来看一下它的这个肩部，哇！当然我不是专业的，不懂，我只是觉得它好不好看来分辨。整个外甲都是做了一些做旧涂装，很舒服，摸上去的质感也很好。唯一的缺点就是太重啊，玩起来确实挺费劲。而且出厂的时候给你打理过的，基本上是不需要去打理的。但是我建议不要去把这些衣服什么去脱掉，去看里面的这个内甲，我觉得穿上去会很麻烦，特别是腰带这里。然后看一下胸甲的细节，我就不脱了，直接在外面看，很舒服，很好看。再到腰带，腰带它都提前帮你绑好了，而且主体上武器帮这一本书全都已经帮你放上去了，无需你到时候还得自己去系啊什么的，会比较麻烦。这个皮质应该是真皮，我感觉啊，摸上去还是非常舒服的。包括腰带上的一些涂装，这些扣细节还是挺满的，就算你镜头拉近看也是非常不错的。然后来看一下手臂，整个手臂出厂的时候是一个握持的武器的一个手型，没有色差，关节也基本上是看不见的。整个甲做得非常漂亮，肩甲是可以去活动的。来给它翘上去来看一下内部，到这里了以后，里面就是一件内衬的衣服。再看一下背部，整个披风这一圈
它是没有带造型铁丝的，一个垂杆。这边有一点造型铁丝可以去捏一下，但是这里为什么需要去配它呢？我觉得这个没必要啊，捏了也没有任何意义。下方这个稍微加2根，对不对？看上去会更舒服一点。脖子这里就是容易歪，特别是出厂时候，它里面内衬的衣服啊，可以看到它的领子左边是塞出来的，右边是抵下去的，所以还是需要去打理，不然强迫症的话，你可以看出来非常不舒服。当然，你戴了头盔就无所谓了。好，镜头再往下来看一下下方，哇，这些全是金属件、合金件。就是有点硌手，玩的时候当心一点。来看一下裙甲，内部也有做旧痕迹，听一下声音。当然这个可动的话肯定会比较差一点啊，但是能稍微动一点就已经不错了。这两边也是没有造型铁丝的，它整个的外层的这件衣服啊没有任何造型铁丝。腿甲的细节，膝盖，鞋子，哇，好看，是真好看。说实话，我比起黑色的甲的话，我更加喜欢这一件。整体效果还是非常不错的，整个手型也没有任何的螃蟹手，除了这一颗头确实看上去一般。这本书可以自己去取下来，就是需要把这个卡扣给拿走。配件也是，来看一下，金属件，上面也是有做旧工艺，开模的话是比较尖锐的，玩的时候当心一点。塞进去以后很牢固，不会掉。整个剑鞘质感也是非常不错啊。这个我就觉得除了头以外，哇，我都是给8、9分的作品。去年的那一个我也记得分给的挺高。好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这个基础可动。可动的话，头部听到声音了吧？脖头一体的360度没什么问题，其他的话就差了点意思啊。手来看一下，抬举，虽然说它的肩胛可以去活动啊，但是空间还是不大的。它里面那件内衬的衣服很厚，平举只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啊，抬不起来了。手臂往前，差不多能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已经有点干涉了。这里呢也可以去捏一下，它里这一圈都是有造型铁丝的。手肘部分90度没有问题。胸腰是基本上没什么可动啊，来看一下，通过胯部可以把它弯下去一点，实际上呢它的胸腰是没什么可动的，都是用胯部来旋转，左右也稍微可以一点，侧腰也可以，通过中间这一个关节去动它的整体的一个可动，这上面这一节是完全没有任何可动的。好，然后看一下侧踢，侧踢没有办法啊，到这样的一个位置以后，因为腿甲太重，前踢也是到这样的一个位置，稍微能固定一下，后踢也有一定的幅度，屈膝，勉勉强强这个样子。大腿旋转没问题，手臂旋转也可以，脚前脚掌有一定的可动，这里是空心的，左右几乎是没有，只有一丢丢的可动空间，前后幅度也是很小的，脚掌整个这一段可动还是比较差的，站立性还可以啊，在我不用支架的情况下呢，稍微调整一下都能站得住但是你要做一些小幅度的 pose 的话呢，还是需要支架去挡一下的，不然很容易掉下来，毕竟它的上半身非常沉。好了，主体方面的话呢就是这个样子我觉得很不错，抛开这个。好了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外包装跟配件都有哪些。
好了，兄弟们，外包装来看一下，非常非常巨大啊，跟之前的加拉哈德差不多大小，差不多重，分量还是非常重的。但是价格啊，按照现在的市场价来说的话，这两者相差的还是比较大。可以看到正面就是它的产品名称啊，下方这是应该是它的台词啊，反正我也不懂。右下角会有 POP 的一个标志，这是产品的一个型号吧 ，TDA-002。好，我们来拆开，顶部直接像小封条一样给它撕开，非常方便。我们是白色的包装啊，我们把它直接给倒出来，太沉了。拉是拉不出来的，我的天哪！这玩意儿运费啊，不得了啊！好，抽开外包装以后就可以看到，这感觉有点像那种大理石纹的这种质感，非常的好看。你要把外套给脱了，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正面。可以看到，如果全新的话，它这边会有厂家的一个封条。哎呦，哇，这个箱子好重啊，好累啊！再拿到这边，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一个侧面的主体的一个半身像。非常立体，摸上去很舒服，这个质感。再看一下这边啊，产品名称。好，我们现在把它给打开，两个封条。POP 传统的是磁吸的一个包装啊，从这里给它展开，那就是这边是正面，来，哇哦！可以看到，虽然啊这边没有其他的图案，但它也不是给了你一个纯黑的一个面板啊，上面还是有一点点小花纹的，虽然我不懂。好，然后这边可以看到，它还有一个金币吗？这是好帅啊！抽开，它是吸附在上面的，这可以拿下来。好，然后。这里面应该是售后卡之类的，或者是说明书，稍后来看一下。好，把它给打开。哎呦，还有东西掉出来，一个干燥剂，一面金属盾牌，头雕跟主体啊，它基本上这次都给你绑在身上了，所以把玩起来的话呢，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方便。好，然后把这一边给抽开来，看一下下一层。这一层的话，武器跟单人地台，哎呦，这一代应该是地台上的场景地台的一个配件啊，看上去像那种枫叶一样。武器，这是应该是磁吸可动眼的调节器吧。好，然后把这个拉出来，再看一下最后边应该是地台，非常沉啊，这个拉起来，慢慢的给它抽出来。好，然后就可以看到场景地台，这应该是一个武器架，不会还有一层吧？那这里给打开看一下，地台的配件，再给它抽开。看一下后面还有没有？那它这一个包装啊，深度很深。我来看看这有什么花头。哇，还有一层，可以看到吧？最后一层下方就是整体的一个地台跟一个配件。1、2、3、4层。好了，包装就是这个样子啊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众多的配件质感究竟做的怎么样。
OK， 兄弟们，我们来看一下配件。首先这个打开以后，来瞧瞧里面是啥。首先一张售后卡，这个是限定的一张小卡片啊，只是一张比较厚的纸啊，不是一张名牌或者是铁片。这边还有一个像书签一样的东西。然后就是产品说明书，头雕的一个替换啊，主体的一些那个可以去穿戴的一些地方，地台的一个安装。背部我来看一下，它还有个点亮的，还可以发光，我去，之前那一个不行啊，这次地台果然好东西。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啊，也可以用磁吸，也可以用手。没了，说明书还是挺详细的啊。好，然后我们来瞧一瞧。首先，刚刚拆开包装以后的这一枚啊，像钱币一样的，哇，涂的还是非常不错，可以看一下整个质感，很重，很趁手，好东西。要是这个有一个小支架能单独立在那里啊，我觉得会更好，不然没地方展示啊。好，手型除了主体手上的这个握持武器的手型呢，只有一对放松手啊，比较可惜啊，手型给的还是比较少的，但涂装还是非常好的。这两边都有一些可动，活动空间是有一点，涂的也不错。啊，如果是像单人站立的话，它也配了一个普通的一个纯黑小支架，经典时尚小乐色。好，放一边。武器呢也有，除了身上挂载的，另外给了一把非常小，像匕首一样的，展开来以后也是一个金属的涂装，开模非常的锋利啊，这里当心一点。但是呢，不是非常牢固，这样放就可以了。你看。一倒就掉下来了，所以玩的时候还是得当心。涂装细节还是非常不错的，可以拿在手上，也可以插在腰带上，自己去搭配。然后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这一把，这把算是戟呢还是矛啊？反正我也不懂，但是非常帅，很重。可以看一下它的正面的一个涂装细节。很舒服，包括这一根主体也是非常坚硬的，尾端开模也是非常锋利啊，特别是这几个角，总长度比主体还高。我们来看一下，基本上跟包装差不多高了，非常不错，也有做旧的一个工艺在上面。好，然后它会给一个武器展示的一个小支架，看上去很像纯木的一个质感啊，装就非常不错了。来看一下说明书呢，是没有说这个东西怎么去安装的，但是大致的给它卡一下吧，应该是。但是这个也挺占空间的，说实话，放上去，给它夹上去，还很容易倒。哇，我觉得没啥必要，还是拿在手上比较帅一点。最后就是这个地台根它的头盔。首先这个头盔我觉得比之前的那一个好在哪里呢？之前那一个这边啊需要自己去绑的，这一次呢是完全不用了，里面也有防剐蹭的这个垫片在里面。来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头盔质感还是非常帅的，涂装也是非常可以啊。这边可以单独的给它展开，而且没有之前的那一款那么紧，直接给它拉开就行了。但这几根羽毛呢还是容易掉啊，玩的时候还是得当心不要硬拔。来看一下背部，这个戴上去还是比较帅的。好，然后如果你要去佩戴头盔的话呢，需要把它的胶发给拿下来，带上这个小光板，
这样的话呢就不会蹭到这个胶发了，也是一个卡扣的形式给它卡上去。最后就是咱们的地台了，首先地台的配件来看一下，需要自己去组装，整体的涂装中远距离看还是可以的，细节的话呢也就这样。这些地方呢都是一个硬胶，当心不要摔了。几个配件一个一个来看，然后一个骷髅，这边是一个磁吸的，又是一个树枝，这个小桌子一样的啊，像之前那个版本放圣杯的一样的东西，这个就很轻质感很差，摆一摆，纯塑料件，非常小。然后刚刚看到这个小包装可以撒在这个地台上的，这个我觉得不舍得撒了以后就没了。可动眼的一个调节器。主地台咱们来看一下，这个地台我觉得我对它的喜爱程度更胜之前那一款。可以看一下整个这些像血浆一样的这个涂装做得非常的不错。这边可以去安插这个透明的拖装支架，如果你不去装支架呢，它也给到你这一块小碎石的一个卡件卡上去，这样就看不到这个位置了。可以看一下这边的一些草都是一个真实的材料，不是一个涂装。这次地台真的做得非常用心啊，但是这些很容易掉，不要去把玩，上面也会有一些碎屑的一个树叶，这边可以去撕下来看一下里面的一个细节。哇，里面有这个半张骷髅脸都坐在里面，好舒服啊！重点它还可以亮，底部可以让你去装电池。给它滑下来看一下，装2节7号电池就可以去点亮了，这个我们稍后来弄。很漂亮。然后看一下最后组装起来，看看整体的效果，然后我再把主体的头盔也装上去，最后咱们总结一下。好了兄弟们，整体的这个头盔我就装上去了，确实有点难闭合，还是有一点这个小缝隙，我不敢太用力，怕这个面雕要蹭掉。但是戴上这个头盔以后，帅了很多，不止帅了一点点呢。看一下整体的这个效果，镜头拉近。我觉得如果你有黑色的那一款的话，跟这一个放在一起还是非常的合适的。然后这个地台呢，我要吐槽一下，它虽然说有这个点亮结构但是这个灯打开了以后，灯效真的是非常暗，只有在这边会有一点红色的呼吸灯，但实际上如果不是全黑的状态下呢，是完全看不见的。但是这个地台确实挺好看，我觉得比之前那一款好很多，但是也非常占空间太大了，因为对于你这个展示柜的一个空间还是挺有讲究的。整体的效果还不错，现在的市场价好像2800、2900吧，我觉得可以稍微等一等，价格可能会有所回落，因为这一款说实话没有黑色的那么的性价比高。毕竟虽然说之前黑色的那一款直发呢确实有一点问题，很多人都是拿去手艺人那里去做一下重涂或者重植，这样的话呢会更好一点。但是如果戴上头盔，我觉得还是非常帅的。这个去除真人头雕绝对是好货。好了，本期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差不多到这里结束了。如果喜欢老李头视频的话呢，还帮我在视频的最后来个1键3连的支持，你们的支持是我做视频的动力。好了，本期的加拉哈德开箱把玩就到这里结束了，咱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。